就在最近呢，美国兵棋推演正式结束。根据推演结果，如果美军强势介入解放军武力解放台湾的斗争中，不管最后是输是赢，美国都会损失包括20艘导弹驱逐舰以上、2艘航母，以及目前美国在全球部署的战机里面的半数为弹药，当然还有操作这些武器装备的驾驶人员。显然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承受的，且不说损失的这些武器的价格，就是损失的数千甚至数万名士兵的抚恤金，也已经足够让美国政府喝一壶了。再加上事后国会问责，民众反战游行啊，看着现在的推演结果，反正现在民主党那是非常头大，布林肯都被逼得要来中国和解了。也正因如此，美国人开启了一个新计划，那就是要组建全世界第一个水面无人舰队。根据目前美国方面的计划，今年夏天将会先试组建第一支水面无人舰艇编队。根据美国方面的规划，这个舰队将包括无人水面航行器和水面无人机平台等等。只不过，虽然美国方面早在2022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在中东海域的第5舰队对该类型武器进行测试，但美国国会一直没给批款。理由很简单啊，相关测试没有成熟，所有的测试用无人战舰都有巨大问题。毕竟根据美国原本的计划，无人舰队是要建，但组建时间是2045到2051年，现在才啥时候啊？现在才2023年啊！也就是说，美国海军方面把计划足足提前了20年。这种强行上马的计划能成功，或者是能得到国会的拨款许可，那才是奇了怪了。所以美国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这么着急要造无人舰队呢？答案是他们被中国开发的无人母舰给刺激了。前段时间，我国造出来了全球首款可以使用的无人母舰，并正式交付使用啊！没错，就在美国人的无人船只还在各种测试、遭遇各种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无人船只还是搭载无人机的无人母舰就已经交付使用了。巨大的落差让美国人感到了极端的压迫感，觉得再不把无人战舰这个科技树点出来，自己就要被中国超越了。这次我国拿出来的是一款叫做珠海云号的智能无人母舰，该船只主要作用是科考工作。此船长达88.5米，宽14米，行深6.1米，设计吃水3.7米，设计排水量2000吨，最大航速18节，经济航速13节，具备 AI 智能操作系统，是一款非常高效的远程探测科考工具。根据测试，该船只在航行时能实现自动规划路线、自动规避障碍等，只需要人工给出有限命令就能自己行动啊，很好啊！这个天王巨鱼抓捕人类又近了一天啊！这艘船同时具备了空、海、潜3大功能。船只本身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水面探测设备，内部安装机库，机库里包括了数十个小型水面探测器、无人潜艇、无人机在内的各种设备。与其说它类似航母，我倒是觉得更相当于一款船坞舰，能容纳更多的子系统、子设备在里面。1月12号，珠海云号顺利完成了测试工作，整个工作持续4天，最终该船只回到了珠海高栏港31重工2号码头。根据计划，我国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让这艘船开始独立进行海洋测绘、海洋观测、海上巡检以及部分调查取样等综合性海洋调查任务。虽然这艘船只是一艘普普通通的民用科考船，但是它完成了美国人到现在都没完成的 AI 自动寻路功能和无人机携带母舰等设备进行复杂任务的功能。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转军用？那必然是可以啊。中国最大的法宝就是军民融合、军民互转。必要的时候，军工生产可转民用，民用生产可转军用。目前中国走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将国防现代化和民用民生科技结合在一起，发展国防科技等于给民生带来新的改善，民生科技上的突破也往往意味着军队战力的进一步增强。目前我军内部就能看到很多强力的民转军产品，最典型的就是北斗导航。我国的导弹精度高达分米级，可以轻松锁定目标。再比如干菜制造机，本来这玩意儿它就是为了制造菜干这种小零食的设备，结果现在在我国边防部队中大量装备，用于给士兵在巡逻和战时补充维生素。这款无人母舰在必要的时候，上面诸多核心技术完全可以拿来打造中国自己的无人航母母舰，或者是无人船坞登陆舰等等等等。中国的无人舰艇已经进入实质性应用状态了，而美国的无人舰艇才刚刚起步，就连测试都还没完全通过，有着一大堆的问题，什么时候上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美国海军现在着急呀。不过我们可以理解，科学这东西就跟数学一样，你不会就是不会，你不懂就是不懂，钱没砸到位或者研究时间不够，它该出不了成果，它就是出不了成果。美国人急功近利，想把一个20年后的计划提前20年实现。
最后的结果恐怕又得变成一个玩笑。